韩立以力破巧碾压杨璐，而马良则以施压人，直接展开仙家灵域，改写战场规则。明尊紧急祭出佛门至宝，苦苦支撑，但谁都看得出这只是延缓败亡。咱们书接上回，金色沙海却仿佛深不见底的大海，任凭对面黄沙如何诡异变化，自己只是催动每一颗沙粒缓缓转动而起，将所有接触到的黄沙全一颗颗硬生生磨得粉碎爆裂。二者间交锋，几乎转眼间就分出了上下。黄色沙海以肉眼可见速度缩小着，几个呼吸间功夫后，面积就不及原先一半大小了。杨璐在黄风中见到此幕，略有些愕然，但马上一声冷哼，骤然间一个大步的向前一迈而出，砰的一声，在一阵剧烈空间波动后，杨璐巨大身影竟一下横跨数百丈距离，出现在了韩立上空。两只肉掌只是在身前略一交叉，就仿佛小山般向下狠狠一压而去。两只肉掌尚未真的落下，两层近似透明的白色光晕就先从掌心处分别绽放开来，一股让人窒息的粘稠之力当即将韩立移照其中。韩立剑眉一挑，单手虚空一抓，一口数尺长青色长剑在手心中浮现而出，手腕一抖，就向空中一斩而出。青光一闪，一道10几丈长的青红冲天起，一闪即逝后，就狠狠斩在了乳白色光晕之上。一声闷响，青芒白光一阵缭绕晃动，青红一下被反弹而开。韩立见此情形，不禁反笑了起来，一条手猛然间粗大了一圈，同时肌肤表面浮现出一枚枚紫金色鳞片，然后一拳向高空狠狠一倒而出。杨璐见此，面上狞笑一现后，肩头骤然晃了一晃，又有2股巨力一下涌入两只肉掌内，当即下落手掌中，乳白色光晕更加的耀目刺眼，笼罩韩立身上的那股粘稠之力也一下凝厚了数分。此兽竟打算一击就将韩立压成肉酱。韩立看似瘦弱的拳头，方翼和乳白色光晕接触的瞬间，一下亮起一层无数银纹组成的纹阵，并从中涌出一股难以置信的恐怖巨力来。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巨响，两层乳白色光晕几乎同一时间的寸寸碎裂而开，两只肉掌也被硬生生一崩而开。杨璐自己在这股恐怖巨力极身时，庞大身躯一颤，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出去。噔噔10几大步后，此兽才重新站稳住了身形，再看向韩立的目光不禁变得惊怒交加，一声低吼后，一张口，一团直径丈许的白蒙蒙风弹一喷而出，一个闪动后，就瞬移般的到了离韩立近在咫尺的地方。这时风弹所带的庞大风压才发出一声刺耳尖鸣的骤然在附近虚空中响起。砰的一声，韩立那条紫金色手臂只是一个模糊，巨大风弹竟也一个模糊的被击飞出去，然后在极远处某处地面上化为白色骄阳的爆裂开来，一卷而开的巨大冲击波几乎将那边方圆里许一切全都碾压。为了平地，杨璐目睹此景，脸色有些铁青了。而就在这时，韩立却面无表情的单手一掐法诀，体表紫金之光大放，刺目光芒将整个身躯全都淹没进了其中，同时凤鸣龙吟之声从中一传而出。当紫金之光再次一敛后，一个3头6臂、头生独角、浑身遍布紫金鳞片的魔神般存在当即出现在了原处。此魔神3对银幕只是冰寒望了杨璐一眼，就足踩虚空的一步步走了过来，噗噗之声大作。这魔人每走一步，身躯就骤然巨大几分，10几步才堪堪走完，化为了不下于杨璐的庞大存在。现在这副模样才是我最强状态，真正交手现在才开始。道友身为真灵，不知能够接下韩某几招。嗡嗡话语声从韩立所化魔神口中传出，接着其一条手臂上翠芒一闪，一口墨绿色木剑赫然凭空浮现而出，只是微微一抖，当即法则波动，一圈圈荡漾而开。真魔之体，玄天之宝。纵然杨璐一向见多识广，一看清楚韩立的变身和手中木剑后，也一下失声出口，心一下沉到了最深处。另一边，一团笼罩方圆10几里的赤红火云中，一道道银色剑光狂闪不定，并且有雷鸣般轰响声不时传出。一声晴空霹雳，所有剑光消失不见，一道1000余丈长的擎天银色巨剑蓦然在火云上方浮现而出，并一斩而下。火云中则一声怪笑，一头浑身长满赤红长须的怪蛟一冲而出，口喷一团团雷火的迎向了银色巨剑。只见银光一闪，巨剑就化为一银蒙蒙剑幕的出现在了怪蛟下方，将整片火云硬生生一斩2半开来。接着巨剑一个模糊，骤然间的消失不见，在原处则现出一名面容普通的灰袍男。这男子满脸大汗，小半身子全都凭空不见了踪影，伤口处却焦黑一片，不见丝毫鲜血流出，却面露一丝余悸之色的望向高处一动不动的怪蛟。火须兽，世上竟然真有这种火中圣兽，看来这头是那仙人从仙界带来，可惜只是一头傀儡，灵智全无了，否则除非动用那9阶灭真大法，绝无取胜的可能。但即使这样，灰袍男子低手看了看，即使催动恢复秘术，仍不见丝毫起色的身子，也不禁苦笑起来。这时高空中动也不动的怪蛟一颤，庞大身躯立刻化为无数碎块的爆裂而开，一团团赤色火焰从中狂涌而出，铺天盖地的四下狂卷而去。
灰袍男子一惊，不加思索的一声长啸，再次化为一柄银色巨剑的冲天而起，硬生生洞破火海而出。足足一盏茶功夫后，赤红火海才渐渐变小起来，并最终一点点的溃散而灭。这时，原先怪交处波动一起，灰袍男子再次无声的浮现而出，打量了四周一眼，见任何东西都未留下后，面容一下阴沉似水起来。他脸色阴晴不定的在原处思量了一会儿后，还是叹了一口气，猛然一跺足，化为一道剑光的破空而走了。火须子竟然失败了！马良用近似低不可闻声音喃喃两声，一脸意外的样子。哼，要不是你不肯解开我身上的神魂禁制，连我10成力量中1成都无法发挥出来，区区一个下界之人又怎可能击败我？另一个尖细声音同时从附近虚空中传出，接着他身前丈许远处淡淡波动一起，数团鸡蛋大小的赤色火球无声的浮现而出，在骤然往中心处同时一闪后，一个赤红小人就凭空凝聚而出，并面无表情的看着眼前真仙。哼，解开你禁制，在这界你不要妄想了，除非回到仙界，否则我绝不会冒险做此种事情。你现在能清醒一阵，已经算是不错了。不过我马上就会让你神魂再陷入沉睡的，以你的实力，单你的这副不灭躯壳就足够我用。马良哼了一声的说道。话音刚落，他张口一喷，顿时一抹金霞一卷而出。赤红小人一接触金霞后，目中冰冷之意渐渐消散退去，再次换上了原先的那种迷离木然的神色。马良袖子一抖，数张金色符箓一飞而出，紧紧贴在了小人身上。接着他又取出一个蓝色玉盒，盖子一打而开后，再冲前方一晃，顿时一股白气一卷而出，将小人凭空吸入了里。马良将玉盒一收而起，再抬手守望天空处望了一眼，眉头下意识地皱了一皱。这时，虽然天空中仍然轰响争斗声不断，但无论那8条五爪血龙，还是4只血色巨人，全都彻底处在了下风，并且在银刚子等大成强者和4只黑泥兽大展神威下，不得不退到了血河的附近处，靠着血河源源不断注入的庞大真元，才能勉强再次站稳住了身形。但很显然，此种抵挡也无法支撑太久了。马良目光在血河的各处战团上一扫而过，再一转手后，赫然又看向了近在咫尺的一块巴掌大小的光幕上。在那光幕上，一个3头6臂的巨大魔物正一手握着一口墨绿巨剑，一手提着一头巨兽的半边残躯。真魔之身，玄天之宝。没想到镇守镇眼之人竟然都会这般棘手，他们2个一个都未曾得手。看来这一次不再一次解封是不行了。不过既然已经找到了目标的下落，此刻倒也无需再留守什么。马良自语了几声，单手一个翻转，顿时另一道金灿灿符箓浮现而出。此金符表面无数米粒大小经文闪动不已，并通体长缩不定，更在手指间不停扭动摇晃不已，仿佛本身就具有某种灵性一般。马良眉头紧皱的在沉吟了好一会儿，才最终面现一丝决然的将金符微微一噗的一声，金符一闪之后，一下化为一道数丈长金虹破空飞起，围着马良上下盘旋飞舞不定。同一时间，马良2手开始飞快掐诀，口吐某种晦涩法诀起来。只见黑白2气同在身上一闪后，黑袍青年身上开始放出某种恐怖之极气息，并且不停的疯狂壮大，转眼间连附近虚空在这股气息压制下都不禁发出嗡嗡的低鸣之音。强大到这种程度的气息似乎根本不应该出现在灵界之中。血河外，银刚子正催动上百道尺许长银梭状宝物，将对面一条血蛟再次洞穿千疮百孔的爆裂而开，面上现出一丝得意之色。但下一刻，其蓦然脸色一变，目中灵芒一闪的急忙往血河中一望而去。其他几名大臣同样感受到了血河中恐怖气息的存在，全都大惊的攻击一缓，同样分神注意起血河处的异变来。至于圆盘上负责掌控全局的明尊，一感应到这股强大气息后，并没有露出惊慌的神色，反而双目一眯，隐约透露出一丝期盼表情。砰的一声，圆盘中一个光阵骤然浮现而出，光芒一敛后，那名叫宣九龄的灰袍男子就面色苍白的闪现而出。怎么回事？你好像吃亏不小，可是将那精怪斩杀掉了。明尊转手看了一眼，发现同伴小半身子凭空不见后，当即微微一惊的问道：没什么，那头精怪竟是传闻中的火中圣兽，幸亏其神智不在，只是一具傀儡，我才能活着回来的。不过你放心，已经将其斩杀掉，那边阵眼也安然无事，不会误了你的大事。宣九龄轻吐一口气的回道：火中圣兽，这就难怪了，对方不愧为仙界之人，还随身带有这种强大灵兽。你不会动用了那9节灭灵大法了吧？明尊闻言有些动容了，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急忙又追问了一句：放心，那大法是我击杀那名真仙的唯一机会，我怎会轻易动用？若真动用了，我也不会变得这般狼狈模样。宣九龄脸上肌肉抽搐一下的回道：这就好，那名真仙好像也开始解开封印，准备恢复全盛时的实力。你不久后就要出手了，快将这个水元丹吃下，再运功化开，这对你伤势有些用处。明尊脸上神色一缓，但袖子一抖，一颗蓝蒙蒙丹药冲灰袍男子激射而去。多谢了，水元丹应该对我此刻情形正好有几分效用。
宣九龄也没有客气，一把将蓝色丹药抓住，顺手抛进了口中，吞进了腹中，就大模大样的在原处直接盘膝坐下，闭目疗伤起来。下一刻，就见他伤口处一层淡淡蓝光浮现而出，所过之处，焦黑之色一点点的被驱除干净，同时无数血丝飞快窜出，密密麻麻交织一起，重新组成一块块血肉起来。明尊见此，微点下头，头颅一转后，目光重新落在了远处血河中。只见这时的血河传出轰隆隆的响声，所有血水都开始疯狂涌动起来，并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血色巨浪。8条血龙和4只血巨人在刺激下也实力暴涨不少，近一时间在4头黑泥兽和那些大成强者攻击下继续强撑不倒。血河中那股恐怖气息更是已经强大到了人谁一接触都不禁心惊胆战的地步。高空中一声晴空霹雳，一团七色云团无视两仪，微尘阵静止的凭空浮现而出，并疯狂扩散胀大，转眼间就将整个鸣煞之地全笼罩在了其中。蓦然，七色云团开始转动起来，同时里面雷鸣声一响，一道道紫金色电光若隐若现。血河中，马良仍单手掐诀，但双目已经合上。四周扭曲的虚空中，突然一闪的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紫金色符文，滴溜溜一转后，就分别化为7、8道紫金色长链，略一抖动后，就分别往马良身上一缠而去。轰的一声闷响，那道围绕马良上下飞舞的金色符箓突然爆裂而开，无数金色光丝从中狂涌而出，一闪之下，就丝网般的将附近紫金锁链全包裹在其中。清明之声大响，马良头顶处天灵盖一开，一个金色小人凭空浮现而出。此小人面无表情，抬手冲那些被包裹住的紫金锁链一招手，顿时噗噗声大响，紫金锁链一下化为7、8道金光的往马良天灵盖处激射而去了，并一闪即逝的不见踪影。金色小人则身躯一晃，金匣一卷的也回到了天灵盖中。马良身上散发的那股恐怖气息一声嗡响的消失不见了，紧闭双目则徐徐一睁而开，嘴角泛起一丝冷笑之意。天空中在一声轰鸣，原本凝厚异常的七色云雾和那些紫金色电弧竟纷纷一个模糊的凭空消散。几个呼吸间功夫后，高空中一切就恢复如初，仿佛刚才一切全都是虚幻泡影一般。银刚子等人虽然无法确切看到血河中的马良变化，但是那股恐怖气息消失，仍然让这些大臣心中一松，忙再次催动神通和法宝，向面前对手发动了狂攻。而就在这时，血河中马良却手臂一抬，一根手指冲外面虚空一点去，8条血龙和4只血巨人各自一声怒吼，体表无数白痕浮现而出，在血光一闪后，就化为漫天黑色血雨的纷纷爆裂而开，将附近虚空全都笼罩在了其中。银刚子等人不及防下，自然大惊的纷纷施法躲避。4头黑泥兽更是只是身躯一扭，就直接在原处化为黑雾的消失不见了。但是血雨笼罩范围实在不小，外加事先丝毫征兆都没有，光头大汉和那名满头珠翠的宫装女子动作稍微慢了一些，仍然被血雨攻击到。二者心中同时一沉，但光头大汉马上一声低吼，原本盘旋在体外的数件银盘状宝物骤然间光霞大放，化为数层银幕的护住了全身，同时身躯骤然一个模糊，直接化为了一个灰蒙蒙的黑影般存在。但绿宫装女子却玉容一沉，两手一掐法诀，破空声大起。此女满头珠翠，竟化为数十件各种防御宝物的激射而出，在头顶也形成密密麻麻的各种防御禁制，同时绿色宫衣上霞光一卷，各种青色符文一现而出，另形成一层防御符阵，罩住了全身。二者不愧为大城中的真正强者，在见到黑红色血雨的瞬间，就感应其中蕴含的恐怖威能，不约而同的各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防御来。下一刻，足有近100滴血雨同时落在了这2名大城所在之处。结果黑红血滴方一接触那些防御宝物和形成的各种防护光幕后，竟纷纷爆发出一股股青烟的洞穿而过，直接击射到了2名大城的护体灵光上。2声惨叫传出，光头大汉和淡绿宫装女子还是化为2道金红的冲出了血雨，但等二人跌呛的在附近再次现出身形后，银刚子等人一望而去，均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光头大汉半边脸孔赫然已经皮肉全消，露出了里面泛起一层诡异辉光的白森森头骨，让人看了心惊肉跳不已。宫装女子虽然面容无恙，但是一条手臂却彻底的消融不见，连骨头都未曾留下分毫的样。这血雨是什么攻击，竟然可怕到这种程度？乌灵夫人见到此幕，脱口失声起来，其他人也脸色一阵阴晴不定。这好像是传闻中的血道修炼极致才有的血缘之力，传闻一滴此血就足以洞穿大地山海。现在看来，其威能就算不是真这般可怕，也不会相差太远的。银刚子等人上方波动一起，明尊一个大步的从虚空中走出，神色凝重意的说道：“血缘之力，嘿嘿，这点威能又怎敢作此称呼？只不过是我前些时候将收集来的灵血略做一番些许炼化而已，离成为真正的血缘之力还差108000里远。”血河中传出一声淡淡的声音，血河骤然血水往两侧一分，从中现出了马良面带冷笑的身影来。一见马良出现，乌灵夫人等人一凛，目光唰的一下全都落在了对方身上。
阁下可真是从仙界而来的？明尊在瞳孔一缩后，却十分平静地问道。不错，本座早在不知多少年前就成就了真仙之身，这一次要不是有重任在身，怎会到你们这等示弱的小小界面来？马良倒是坦然地回道。重任，道友有何事情能和我们灵界有关，可否明言相告？明尊闻言心念飞快一转，但面上丝毫异色未露地问道。没有这个必要了，此事我已经有眉目了，只要打杀你们这些区区的蝼蚁，就可轻易办成此事。现在嘛，本仙就直接送你们上路吧。马良淡淡说道，不管对面诸多大臣有何反应，就单手往身前一横，五指掐出一种类似兰花的古怪法诀来。轰的一声，马良体表骤然间金蓝两种诡异符文狂涌而出，随之身躯一层金霞大放，但蓝光一闪，又一层蓝焰从金光中涌现而出，马上蓝焰中又有点金光凭空浮现而出，一层金霞，一层蓝焰，二者交错狂闪下，瞬间功夫不知在马良身上重叠多少层。其转换之快，即使站在不远处的银刚子等人稍一凝望后，也大有头晕目眩之感。这些大成强者均都心中一惊，不约而同的各提起了12分的小心。明尊也脸色微微一变，目中闪过一丝冷意来。就在这时，马良却已经一声大笑出口，身上光霞骤然凝固成了金灿灿的颜色，再猛然一步向前迈出，身躯嗖的一声，一下狂长无数倍，化为了一名1000余丈之高的金色巨人。同时，只是手中法诀略一变化，肌肤表面浮现一根根金色灵纹，同时点点金光在附近虚空中疯狂涌出，另一股法则之力一下笼罩整个天空。2亿微尘阵的法则之力在此股力量冲击下，竟一下变得紊乱之极，几乎一下被削弱了大半之多，只能勉强维持不散的样。灵域，他竟然能在此界施展灵域之，这不可能！在界面之力作用下，他如何做到此种事情？乌灵夫人一下失声出口，脸上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银刚子等其他人身为大城中强者，自然也看出了马良变身后施展的神通来历，同样神色大变，甚至有几分惶恐起来。这名真仙能够催动灵域，这等真仙全盛时才能施展的神通，岂不是说对方实力已经恢复如初，再也不受界面之力压制？这些人纵然心高气傲，但面对一名实力再不受压制的真仙，还是大有自知之明的知道，即使众人联手，也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嘿嘿，这算什么灵域？不过本仙的真正灵域，你等这些下界蝼蚁马上也就能见识到了。若还有什么神通，现在尽管施展出来吧，否则等我出手，可不要说本仙不给你们机会。金色巨人身体金光灿灿，两目一只金芒，刺眼一只蓝焰滚滚，发出轰隆隆巨响的说道，随之一手猛然往天空一指，一声闷响，一道金色光柱从指尖处冲天起，一闪即逝后就没入九霄云外，不见了踪影。下一刻，整个虚空猛然一颤，那些金色光点骤然间化为一团团金色光晕的爆裂而开，几乎将整个虚空全都染成了赤金之色。下方大地也在一阵地动山摇中凭空裂开了一道道金色裂缝，一座座金色火山竟从裂缝中飞快涌出，一股股金色熔岩从中狂流而出。一时间，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成了金色海洋。如此恐怖的一幕，让银刚子等人心直往下沉去。诸位道友不用怕，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还能施展灵域，但绝无法维持太久的，否则先前直接就可以施展，何必只用一些傀儡和我等纠缠这般长久？明尊看到这般情形，脸上同样异常难看，但马上大喝一声的点醒道。乌灵夫人等人听后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但在互望几眼后，仍从几位同伴目中各自看出了一丝迟疑。这时，对面的金色巨人却双目微闭地站在原处不动，似乎正在调息体内法力的样子。这时，金色灵域的范围却在以肉眼可见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原本身处附近处的明尊等人不得不急忙向后倒飞出去，丝毫不敢被灵域散发的金色霞光卷入其中。银刚子重新站稳住身形，脸色阴沉，眼珠转了几下后，忽然向同样落在附近的明尊问道：“以对方现在的实力，恐怕也不是我等能够拖住的，稍一不慎，还有陨落的危险。明兄是不是也该动用其他一些压箱手段了？银某可不信道友只准备了2仪灭尘阵这一种杀手锏的。”哼，银道友放心，此仙既然打算动用真正的仙人神通，老夫自然不会做事。针对灵域，老夫还真准备好了2种应对之策，绝不会让几位道友白白去送死。明尊哼了一声，不加思索地回道。话音刚落，他深吸一口气，单手一掐诀，双袖一抖，顿时一颗颗黑色金球从里面接连飞出，一团团闪动不已，在附近虚空中飞舞不定，仿佛一朵朵正在盛开的黑色巨花一般。噗的一声，这些黑花骤然一闪后，形成一座巨大的黑蒙蒙光阵，疯狂一扩而开后，将银刚子等人全都护在了其下，并将对面金色灵域散发的金色霞光硬生生抵住，无法再向这边扩散一步。同时，黑色光阵中各种黑色符狂涌不断，隐约传出阵阵的梵音之声，让人一闻之后，竟大有身心舒泰、心魂俱醉的诡异感觉。极乐梵合界，这不是佛门的在本界的那一套护法至宝吗？竟然落到了道友手上。
那名宫装女子一看清楚黑色光阵模样，又惊又喜地说道：“嘿嘿，此宝是本门无意中得到的，纵然无法和对方的灵域相提并论，但暂时护住几位道友，想来是应该没有问题。若是还不行的话，我还另有手段应对。”明尊嘿嘿一声地说道：“好，既然道友真有了应对之策，那老夫就陪你再拼上一把。只要真能斩杀此仙，冒点风险也是值得一试的。”半边脸孔被毁的光头大汉在一番思量后，也下定决心地说道，其只剩半边面孔在一阵扭曲中，却显得越发狰狞几分。我也继续留下，但事先说好，若是一会儿出现明显联手不敌的情形，妾身可不会留在这里白白送死。乌林夫人却这般冷冷地说道。银刚子等其他人在一番衡量后，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也明显均都有了先试探一下对方灵域的威能后再决定其他事情的想法。明尊自然将这些大成强者心中所想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一笑后未点出什么，反而嘴巴微微一动的向他们传音了一句过去：“诸位放心，若是我等真的不是此仙对手，老夫也不会让诸位继续留下送死。但诸位不要忘了轩九龄道友的存在，只要我等给轩兄制造一个良机，击杀对方的希望还是不少的。”乌林夫人等人大成听到这话，心中一动，以轩九龄以前斩杀过9头真灵的赫赫威名，外加一直窥视在旁的话，的确让他们不觉多出了2分信心来。就在这时，对面金色巨人终于重新睁开了双目，其体内法力此刻终于转化为了仙灵力，可以施展一些真正的仙界秘术，而无后顾之忧了。对面这些蝼蚁若以为他是想动用灵域攻击的话，可是千错万错。对一名仙人来说，灵域自身固然可以作为一种类似本命神通的攻击手段，但更大用途还是在辅助修行之上。这一次他根本没打算直接动用其攻击的。马良想到这里，打量了对面的黑蒙蒙光阵一眼后，当即一声冷笑，单手向身下血河虚空一抓，轰隆隆声大作，血河在两侧滚滚的往同一处汇聚后，在一片血光中化为一颗四四方方的巨大玺印。此玺表面血焰翻滚，四面隐约明印有密密麻麻的无数人重鱼兽图案，在金光流转中，这些图案都栩栩如生的蠕动不已，仿佛全是活物一般，让人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之极。此宝正是他千辛万苦，不知血祭了多少强大生灵才最终完成的万灵血玺。现在有了仙灵力的他，足可以发挥此宝大半的威能，就算击杀一名普通的同阶真仙，也是轻而易举事情。用来对付眼前这些蝼蚁的话，还真是有些宰鸡用牛刀的感觉，并且消耗真元之力也不小。但为了马上结束此战，不放跑眼前的任何一名蝼蚁，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马良心中这般想着，所化金色巨人已经一声低喝，将体内大半仙灵力狂注入玺印中，并手腕一抖的向对面一抛而出。一声霹雳，血色玺印在高空中一个翻滚，一下消失不见。下一刻，黑色光阵笼罩区域上空一阵剧烈波动，血色雾气滚滚一凝后，一个数千百丈高的血红庞然大物从虚空中浮现而出，表面血光万丈，各种人虫鱼兽等各种虚影更是纷纷幻化而出，还发出呜呜怪声的响彻整个天空中。